看到花花爬树失败，谭爷爷也要奖励果果，才明白谭棉花的感情天下第一好。这天，一向懒得运动的花局长突然想要爬树，谭爷爷闻讯赶来给花宝鸡加油，望向宝贝孙女的眼神满是爱意。即便花花经过多次尝试也没有成功，谭爷爷为了安慰小家伙，还是要将攥在手里好久的小苹果喂给对方。都说有的小熊1岁就不能近身，可4岁的花花被谭爷爷宠成孩子。虽然爷孙俩天天见面，但谭爷爷看到宝贝孙女可爱的脸庞，还是忍不住笑。满脸慈祥的老谭和爷爷带人类幼崽有什么区别？并且花花永远是谭爷爷偏爱的那个。当他接受记者采访，被问到家乡时，满心都是孙女，是他脱口而出就是花花。如果我写家乡，我的家乡有只花花。前段时间，谭棉花开始减少近身投喂，老谭正保持距离的时候，花花看到心心念念的爷爷便飞奔而来。谭爷爷本想放下果果立马走人，可他看到宝贝孙女可怜巴巴的小眼神，还是忍不住心软，不顾基地的规定也要上前亲手投喂。双向奔赴的爷孙情真的令人感动。要知道滚滚们都喜欢吃鲜嫩多汁的竹笋，可当上局长的花花勤俭节约，即便谭爷爷扔给宝贝好几根大竹笋，他依旧啃起来一旁的竹竿。谭爷爷看到后于心不忍，直接冲进外场拿走花花吃不停的竹竿，足以说明他对孙女有多细心。难怪谭爷爷训练花花站立时，一向严肃的他都成了夹子音。有句话说的没错，自己的孩子自己疼。谭爷爷真的无时无刻都在宠溺花花，花花当然明白谭爷爷对自己的宠爱，于是一向聪明的他，只有在最爱的爷爷面前才有独一份的温柔。只要这小妞看到代班奶爸，不明所以的他还以为对方入侵领地。花花化身霸王花，一言不合就上嘴，但谭爷爷却是那个例外。即便宝贝睡得正香，却被对方叫醒，小家伙看向爷爷的眼神也满是温柔。都知道熊猫不喜欢被两脚兽触碰，但谭爷爷给花花抹脸，给对方擦鼻涕，甚至手动帮宝贝孙女挪屁股。花宝鸡却一点也不在乎。老谭在隔壁喊其他熊猫吃饭时，花花吃起飞醋，生怕爷爷被小伙伴们抢走。宝贝八强试图去找对方，很少能在岁月静好的他身上看到这么焦急的样子。谭棉花的感情可不只是熊猫和饲养员，更像是默契十足还互相依赖的一对爷孙。看到萌儿乖乖放下游客乱扔的饮料瓶，才发现这小子到底有多懂事。这天萌儿正在外场营业，谁料不良游客竟扔给他一个瓶子。粉丝们见状担心二小子会吃到肚里，但一向听话的他听到奶妈的声音后，好奇的看了一眼手里的瓶子就乖乖放手。紧接着萌儿就乖乖回家找奶妈。二小子真的懂事到让人心疼，如此可爱乖巧的他怎么会有游客忍心伤害呢？作为一枚讲究熊，萌儿每次吃完饭都会拿来一条毛巾擦嘴，还知道叼着毛巾去木架上晾晒，主打的就是一个不给奶爸奶妈添麻烦。萌儿从小就和其他大熊猫不同，聪明的萌兰饿了就会拿着铁盆对着门口搓盆，显眼包萌大饿会哐哐砸门吸引饲养员注意力。二小子只是拿着饭碗安安静静坐在门口等待奶爸奶妈的投喂。每当宝贝在外场撒欢后又累又困，他就自己哄自己睡觉，翘着脚丫抱着竹筐玩了一会儿，萌儿就满脸笑意，美美的进入梦乡。一向懂事的他还有自己的一套规矩，每次起床都拿着毛巾抹脸，还要学着奶爸的样子亲手叠好小凉席。这小子玩完玩具也知道要把盖子盖好。有着生物钟的萌儿，一到下班的点就乖乖坐在门口，即便饲养员有事耽误晚来一会，他还是一动不动的等对方来给自己开门，像极了等家长接自己回家的幼儿园小朋友。这小子还对饲养员事事有回音，不管自己在做什么，只要听到奶爸奶妈喊自己的名字，萌儿就发出激动的咩咩叫。上班了。二小子见到奶妈还是用跑的。宝贝平日里见到喜欢自己的粉丝，也会站起来咩咩叫和对方打招呼。当萌儿在门口干饭的时候，奶妈拿着一大根竹笋刚想递给孩子，这小子就主动伸出双手接过来，像是在说奶妈我自己来不辛苦你了。都知道北洞的窝窝头是滚滚们的噩梦，萌儿每次干饭都将其拱手相让，本以为这小子挑食才故意给乌鸦吃，可他最喜欢的小苹果也能特意留下来一大块留给自己的新朋友。或许是因为萌儿吃百家饭长大的童年经历，养成他勤俭节约的性格。即便宝贝生活在事业单位的北洞，每天有着吃不完的竹笋水果，可他还是将又涩又硬的大笋根嗦落得干干净净。有时候真希望萌儿不要这么懂事，做一只无忧无虑的幸福小熊就可以。看到董奶爸亲身安慰难受的怡然，才发现国内饲养员对大熊猫有多用心。怡然生产之际烦躁不安，不停地在内舍里踱步走来走去，没有安全感的他还拉来竹叶为自己筑巢，奶爸拿来缓解压力的木头，宝贝疯狂扒拉，没一会就满地碎屑。这时痛苦万分的怡然，就连平日里最喜欢的果果都不感兴趣。奶爸看到闺女产前焦虑的样子，心疼不已，便带着怡然出门放风。在内舍憋了很久的他，看到草地就放飞自我，宝贝一会抬头看天，一会挠挠头，怡然玩得不亦乐乎，看起来惬意十足。奶爸怎么喊这小妞都装作听不见。回去了。这一刻的怡然像是回到小时候的调皮样子，
可宝贝一回到内舍又开始难受，妊娠的发作让她疼痛万分，依然只能蜷缩在交流，把头埋在地上缓解疼痛。董奶爸赶紧安慰对方的情绪，还摇晃着怡然的小手转移注意力。奶爸察觉到幼崽即将出生，便趁此机会去房间里打扫卫生，只为给怡然一个舒适的生产环境。在场所有人都为怡然提心吊胆，担心不已的奶爸还不顾危险帮对方按摩。熊猫生产惊险不已，怡然还是在此时发生了意外，熊猫幼崽被卡在产道口。不仅仅是怡然感觉到不舒服，若停留时间过长，小家伙还要面临窒息的危险。怡然一个劲舔着宝宝也是无济于事，只能通过人工助产。要知道熊猫刚刚生产完，母性极强，很有可能伤人。可奶爸为母子俩的安全还是决定一试。董奶爸拿着蜂蜜转移怡然注意力，趁对方不注意的时候直接上手按摩助产。在他的努力下，幼崽伴着皮肤升降。饲养员赶忙带着孩子去室外查看，得知宝贝安全无恙后，便第一时间递给怡然。只见他紧紧抱住自己的孩子，这一幕不禁令人感叹母爱的伟大。然而正是因为怡然的母性太强，即便幼崽已经出生16天，兽医和工作人员还是接触不到母子俩。这天，董奶爸再次尝试取走幼崽，怡然一开始有些不安，怀抱着孩子不肯撒手，但他听到最熟悉的声音，还是会咩咩叫回应。今天是这都有16天了，我给去检查一下啊。因为怡然对奶爸有着足够的信任，所以看到对方伸手后，一向懂事的他会主动交出幼崽。是奶爸的日夜陪伴才让怡然这么放心。董奶爸只是万千饲养员籍籍无名中的一位，可他对熊猫的照顾却是有目共睹。只能说低调从不代表国内饲养员不用心。直到看见花花亮相成都大运会的宣传，才发现顶流女明星的牌面就是不一般。近期在成都大运会官方放出的宣传片中，熊猫花花与谭爷爷以卡通形象一同出镜。花花，过来，成都要开大运会了，要多短命啊！而网友更是惊喜地发现，当红女明星竟一夜洗白。大运会前的花花灰头土脸，浑身黄不拉几，成为家乡代言雄厚花宝鸡竟白到发光。毕竟谭爷爷说了，花花性格超级温顺，给她一块小苹果就能给她妈脸。不过花花它就是晚上比较脏，它洗澡嘛。一般哈，就是我们其他熊猫哈都是用那个自来水管给它冲。现在花花过滤可以进去用帕子给它抹，花花性格好，就是给它一点吃的，人就可以进去给它抹脸。看样子谭爷爷是连夜给女明星做了皮肤管理，说不准抹布都抹出了火星子。还有网友猜测这是用了2袋爆炸盐才搓出来的效果。而在大运会的宣传片中，谭爷爷的一句话更是让无数猫粉破防：花花，你送你喜欢娃娃，带你看我们喜欢哈。果然，谭爷爷和花花就是最好的弹棉花组合，这也让全世界看到中国不乏有爱的饲养员。要知道，女明星吃东西总是很慢，导致经常被二狗夺笋。有时花花把窝头都放嘴里了，她也很强，导致女明星吃都吃不饱，更别提长个子。心疼的谭爷爷就会悄咪咪的给花花开小灶，直接让大胖孙女成功吃成了猪八花。然而，也有网友疑惑，四川熊猫那么多，为何选定了花花作为代言熊？一方面是因为花花的人气实在太高，作为熊猫界顶流女明星，花花小小年纪就已经拥有数百万粉丝，成为了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门票担当，一个月就能给基地赚上1个亿。而成都的经济也因花花的爆火直接被提高。除此之外，想必就是花宝鸡的永不言弃的精神，也打动了大运会的主办方。众所周知，花花天生右后腿脚长外翻，导致她行动十分迟缓。别的小熊都可以轻松爬到很高的树枝，而对于花宝鸡来说，难度不亚于登天。但花花也想爬到树上一睹高处的风采，因此经常能看到小小的花花抱着大树练习。即便一次次滑落跌倒，花宝鸡也不曾放弃。谭爷爷也会通过钓猫的方式锻炼花花，锻炼下肢力量，最终在爷爷的帮助与他的不断努力下，励志花也能爬上很高的树枝。而这样软萌可爱又不放弃的花花，真的值得所有人的喜爱。长隆的奶爸奶妈有多溺爱大熊猫？近日，全球唯一一例存活的大熊猫3胞胎萌酷帅迎来了他们的9岁生日。长隆动物园为了给3宝贝好好操办一番，直接耗费了20多万，分别给他们准备了一个超豪华生日趴。只见熊猫酷酷的房间竟出现了一列火车，上面还摆放着一个4层的豪华大蛋糕。被深深吸引的酷酷悠哉悠哉坐在上面，谁料他正吃竹子时，火车突然发动了，一脸懵的小家伙左看看右看看。不过一会，酷酷就意识到这不过是奶爸奶妈给自己准备的小惊喜，然后一脸淡定的坐在上面开始干饭。而这列火车还自带感应停车，防止撞到大熊猫。不得不说，长隆为了讨孩子欢心，真是大手笔，9万9眼睛都不眨一下，说花就花。然而不仅酷酷宝贝有这个待遇，奶爸奶妈对优雅的长公主萌萌也一视同仁。只见萌萌坐在自己的女王床上，旁边是比她还高的生日大蛋糕，熊猫帅帅则是龙舟宝座配5层豪华大蛋糕。看到他自然的坐下享用蛋糕的姿态，可见饮茶小王子对这种场面已经司空见惯了。
除此之外，长隆动物园还给3只大熊猫安排了广告大屏幕应援生日周边，这豪华的生日趴放在整个熊猫界都绝无仅有。事实上，长隆奶爸奶妈对自家孩子主打的就是一个溺爱。大熊猫经常是喝着降火的凉茶和吃着上火的荔枝，下午茶有各种造型的水果果盘，奶爸奶妈还会用竹笋给他们做蛋挞，年年有余。甚至能做出一个可以转动的小飞机。为了彰显萌萌长公主的气质，奶爸奶妈们连夜给她赶制竹帘提匾花花，将萌萌的公主床打扮得古色古香，甚是满意的她每天都坐在上面喝下午茶，并且萌萌还有自制的熊猫界 LV 包，拎出去既有面子，饿了还能拿来垫肚子。主打的就是一个物尽其用。然而高质量生活令长公主没把控住体重，听到有游客吐槽萌萌长得胖，奶爸立马挺身而出维护自家熊孩子。要肥呀！什么啊？说什么？谁肥？不肥。对，谁肥？他不肥。我们这个是叫做 fit， 对 fit。哇哦！并且熊猫帅帅的小日子过得也十分滋润，偶尔用大哥大摇人，一起打打麻将，吃烧烤和粽子。除了吃喝玩乐以外，奶爸们对熊猫的文化教育也很重视。韩国的福宝有将爷爷教写字，长隆奶爸奶妈直接教熊孩子们读莎士比亚全集。只是这份爱有些沉重，炎炎夏日，别的地方的大熊猫还在抱着冰块解暑时，而长隆直接豪掷10几万为孩子购入了冰床。可以看出，长隆动物园是真的将熊猫们宠上了天，这才是饲养大熊猫的正确方式。也祝愿所有的大熊猫都能健康快乐的长大。原来费翔的哈基米不只有妲己，还有一只3条腿的大熊猫代理。对，它是全世界唯有的3只腿的熊猫。就是呢，我特别高兴呢，能够领养就是这种社区的熊猫。2001年2岁的熊猫戴笠在野外遭到一群黄喉貂的围攻，全身多处受伤，耳朵也被咬掉了半个，左后肢伤口严重化脓感染，再加上当时正值寒冬腊月，他身上的血都凝结成了鲜红的冰。工作人员发现后及时把小家伙带回基地，经过医生的彻夜抢救，戴笠暂时脱离了危险，但由于他的左后肢伤口严重感染，为了保住小家伙的命，不得不为他进行截肢手术。戴笠也因此成为了世界上首只截肢的大熊猫。为了让小家伙尽早学会走路，饲养员给他取名戴笠，寓意期待战力。在奶爸奶妈24小时寸步不离的照顾下，37天后戴笠的伤口基本愈合。考虑到缺了一条腿的戴笠不再适合野外生活，于是小家伙喜提编制入住当地保护站。只有3条腿的他初期很不适应，走起路来频频摔倒，但戴笠依旧坚持每天围着园区四处锻炼。而在经过上万次的摔倒后，他已经健步如飞，并且还学会了爬树。一次偶然机会，歌手费翔看到了这只3条腿大熊猫，了解戴笠身残志坚的故事后，他的内心深受触动，果断认养了戴笠，并给他取了个小名叫想想。此后每年他都会给干儿子寄5万美元的生活费。虽然戴笠只有3条腿，但他的战斗力却丝毫不逊色。起初工作人员还担心他会不会被其他熊猫欺负，可没曾想戴笠直接化身3腿战神，一拳一只小熊仔，把整个院里的小熊都治得服服帖帖。就连曾经小霸王竹韵也惨被爆出来，起因是打遍基地无敌手的竹韵以为少一条腿的戴笠会很好欺负，于是故意挑衅人家，谁料最后竟被他直接按在地上摩擦。本来基地还打算让2拳相亲，经此一事，竹韵心想这小子不懂得怜香惜玉，所以干脆没搭理他，扭头跟大众公鲁鲁好上，生下来几乎直接导致大胡子一生下来遍地都是亲戚。到现在13岁的他还是个孤家寡熊。此外，戴笠的性格十分八卦，经常趴在围墙上打听隔壁家的事，就连奶爸奶妈都称他为中心第一八卦熊。如今20多岁的戴笠依旧很活泼，经常在自己的小院里跑步锻炼，丝毫看不出老年熊的样子。也希望戴笠大叔能一直健康快乐下去。